最近尝试去看一部口碑很好的电视剧，但是我看完第一集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看下去了。就是编剧给我的感觉是他故意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逻辑漏洞，让里面的女主角走进那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才开始引发后续剧情的演进嘛。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违背常理，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而这个常理在我看来是，但凡是一个正常人都能够理解，事情不可能会这么发生，但是呢，他却设计这么发生了。这个逻辑漏洞让我觉得，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去看完这样的一部剧集，甚至是大为惊叹说这部剧集很好，很写实。我不承认说这有没有可能是我的一种偏见哈，的确会有我自己的一种偏见在，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能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别人不能做到呢？就我很多时候会有这一种很苛刻、很高的期待。但回到那部电视剧来讲，电视剧的确拍得很精彩，只是我没有办法陷入到那样的叙事里面去跟着它的节奏去走完这部电视剧，所以我看完第一集发现了那个逻辑漏洞之后，我就选择不再继续看下去了。相当于是看完第一集就弃剧，哪怕它的口碑真的很好，哪怕很多的女性观众觉得它很写实，但是我没有办法被吸引，所以我也没办法继续看下去。回到刚刚说的高要求这一块儿，就是我曾经也和别人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我可能预设了太多的语境，我把一些别人没有办法经历的语境，或者说没有办法拥有的语境，预设在了别人的身上。就有的时候我以为人人都有的判断力，或者我以为人人都有的逻辑能力，其实别人是没有的。还有就是我以为我可以做得到的某些，比如说放弃一份工作，放弃去讨好一个人，放弃某一些所谓的成功，我觉得那些我都可以做到。那为什么有的人会非常的执着？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人都会去纠结和郁闷的问题，但在我看来，有的时候你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了。可是，在某些人的语境里面，他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思考和判断和选择的。也不是说没有能力，就是在他的那样的一个，比如说身心条件下，或者是压力条件下，他能够去做出这些选择的条件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已经瓦解了，已经崩溃了。那在那样子的一个语境之下，他陷入某些境地，可能也是合理的。可是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也不完全合理。就是我觉得一件事情能成，它必然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那这个双向的过程，除了当事人以外，其实还有环境的问题。所以我的偏见是一定存在的，我也会很谨慎的去隐藏起来这些偏见。那隐藏起来这些偏见的后果就是，我不再选择在公共的地方去发表我太多的观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的观点会
伤害到别人。那种伤害真的是很直接的伤害。就比如说我之前在教育一线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学生他做好他当前的事情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不会去夸他说啊，你做的真好，你在某件事情上做了什么，做的真好。就是我不会觉得学生做好了某件事情，作为老师就得给他表扬，就得给他鼓励。我是觉得那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寻求别人的认可呢？甚至我也把我这样的观点和我的学生去交流了，然后其中有一个导生他就跟我说，可是老师，哪怕我做好了，我也想要得到别人的夸赞。我当时就觉得，哇，挺惊讶的。就是可能某种时刻上我也意识到，我一直在用我的价值观去看待我身边的人和事，然后当我的价值观跟大家的价值观产生冲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运行逻辑，或者说我的运行架构跟大家是如此的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也会选择妥协，但是那种妥协并不是我真的想去做，而是为了让对方开心，让对方高兴，让对方感觉到他被需要，所以我去做了。但我又不觉得这是一种讨好，而是一种，就比如说对方需要夸赞，需要认可，那我就应该去给予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是牺牲掉我自己的利益去满足对方，那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就觉得其实世界还是挺复杂的，复杂到我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做自己，也复杂到我没有办法更流畅的去表达自我。好吧，就因为一部电视剧，我就聊了这么多东西，暂时收个尾吧。